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云鼎集团，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云鼎集团 Genting Berhad 简称Genting，在1965年由已故创办人丹斯利林梧桐创立，并在1971年上市于大马交易所。Genting 是由多家子公司组成，其中就有在马来西亚上市的云鼎大马和云鼎种植，在新加坡上市的云鼎新加坡，以及独立子公司云鼎能源和 Resorts World Las Vegas。Genting 目前的掌舵人是丹斯利林国泰，自2003年12月从创办人丹斯利林梧桐手中接过掌舵人担子以来，林国泰用了10多年的时间带领Genting走向世界。从2006年打败诸多强敌，夺下新加坡的 Resort World Sentosa， 到2011年美国的 Resort World New York City， 2013年巴哈马的 Resort World Bimini， 2015年英国的 Resort World Birmingham 陆续开业，让Genting从一家国内企业转型成为业务涵盖全球3大洲的国际企业。目前Genting在大马交易所的消费产品与服务板块中的旅游、休闲和款待部排名首位，拥有大约170亿令吉的市值。那说起大马交易所啊，很多时候也会联想到美国的交易所。话说新加坡汇利证券最近推出了一个新服务，名为美股亚洲时段 US Asian Hours。众所周知，亚洲地区如果要交易美国股票的话，就需要在新加坡时间晚上9点半到第2天的凌晨4点进行交易，而汇利证券目前所提供的盘前交易时间为新加坡时间下午4点至晚上9点半。随着 US Asian Hours 的推出，投资者们可以在新加坡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5点进行交易，也就是说获得额外7小时的美国交易时间。这让那些想要交易美国股票的投资者们可以不用再熬夜，也能进行买卖交易。汇利证券是本地第一家推出这种服务的证券公司。第二点，Genting的核心业务就是休闲与酒店。Genting的休闲与酒店业务涵盖了包括主题公园、博彩、酒店、海滨度假胜地和娱乐场所，当中就有由Genting掌管的 Resort World Las Vegas， 由云鼎大马掌管的 Resort World Genting、Resort World Langkawi、Resort World Kejau、Resort World New York City、Resort World Birmingham、Resort World Bimini、Genting Casino United Kingdom， 以及由云鼎新加坡掌管的 Resort World Sentosa 等等。截至2021财政年，休闲与酒店的业务占据了公司总营业额的64% 左右，也就是接近87亿令吉的数额。而这87亿令吉当中，有接近62亿令吉或者70% 左右是来自于博彩业务的，也就是那些安哥安弟最喜爱的游戏之一。第3点，Genting的其他3大业务包括了油棕种植、产业发展以及能源领域。Genting的油棕种植业务是由云鼎种植负责运营，目前拥有的土地储备大约24万公顷，分别在马来西亚半岛、沙巴和印尼。与此同时，云鼎种植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也拥有这13家油厂，总加油产能为每小时665公吨。除此以外，Genting的产业发展业务也是由云鼎种植经营的，其中比较闻名的产业就是Genting Highland Premium Outlet 和 Johor Premium Outlet。至于Genting的能源业务，分别有电力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由云鼎能源负责运营。电力业务拥有这5137兆瓦的总装机容量，净运营权益装机容量为2097兆瓦，分别来自其在印尼、中国和印度所投资的燃煤、燃气和风力发电厂。石油与天然气业务就是位于中国和印尼，分别可以提供每日产量近8000桶的原油和每日约1.7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这3大业务看起来规模不小，但是相比起休闲与酒店这个核心业务，也就只占据了2021财政年总营业额的40%不到。第4点，Genting持股20.3% 的英国制药公司 Paurix 研究治疗老年痴呆症药物的研发工作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Paurix 是一家专注于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老年痴呆症疾病的公司，同时也进行开发和商业化用于诊断、治疗和治愈由蛋白质聚集引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产品。
根定在2012年就投资了大约5亿1800万令吉在这家公司，掌握着大约27%的股权。不过根据2021年年报，其持股权已经被稀释到20.3% 了。另外，根定的掌舵人丹斯利林国泰和总营运长陈光汉目前都是 Tourix 的董事。Tourix 目前还需要1年时间来研发药物，但是看来距离研发成功也是迟早的事。到时 Tourix 就会拥有世上唯一的老年痴呆症治疗方法，相信根定也会成为大赢家，预计也会带动股价上涨。虽然我们不知道股价到时会涨多少个百分点，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可以知道 US Asian Hours 的股票名单。辉利证券目前重点选了36个不同的美国股票和2个 ETF， 供各位投资者们利用 US Asian Hours 交易。这当中就包括了家喻户晓的电商巨头 Amazon、电动车霸主 Tesla、知名科技公司 Apple、Alphabet、Microsoft、社交媒体公司 Meta、Twitter， 还有股神巴菲特的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也在其中。辉利证券将来会陆续添加其他的股票。第5点，根定是一间现金为王的公司。翻开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最引人注目的项目就是公司手中握有的现金，竟然高达225亿令吉，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根定有超过1半的收入是来自于博彩业务的，而博彩业务都是以真金白银来计算的，所以根定别的东西不多，最多的就是流动现金了。这也是为什么公司在受到新冠疫情严重打击的这2年，虽然每年都亏损了上10亿令吉，但是公司还是可以稳稳的持续派发股息，其背后就是因为有强大的流动现金支撑着。只不过连年的亏损加上不断的派息，也确实损害到了公司的流动现金，所以近期的派息率也正在逐渐减少中。第6点，根定正在背负着庞大的债务。刚才不是说过根定最多的就是现金吗？其实债务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截至2021财政年，公司的总贷款就高达398亿令吉，只不过这些贷款当中有超过98%是属于长期贷款。公司在2021年的年报中也有更详细的解释到，贷款的本金加利息中有29%是2年到5年期限的，而超过5年期限的有58%，所以短期内不需要特别的去担心了。公司有这么庞大的贷款，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近几年都是公司投资周期的高峰，同时也遇到了100年难得一见的新冠疫情，但是煎熬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相信接下来公司的债务会慢慢有所下降。第7点，根定的掌舵人丹斯利林国泰曾经跌出南洋富豪榜中的10大富豪之列。林国泰向来都是南洋富豪榜的10强常客，在2016和2017年时，甚至连续2年蝉联富豪榜亚军宝座，力压一众老牌富豪。只不过好景不长，林国泰的财富排名在随后的几年就不断的走下坡，从2018年的第5名到2019年的第8名，2020年甚至跌出了10大富豪名单，位列第12名。这也是很难免的，毕竟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可是重挫了以休闲娱乐事业为主的根定。不过，林国泰在疫情期间领导集团谨慎节流和保存实力，同时也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最终在2021年的南洋富豪榜排名停止了多年的跌势，顺利回返到10大富豪中的第9名，算得上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第8点，丹斯利林国泰是大马最高收入的 CEO。是的，虽然林国泰常年都名列富豪榜10强，身价也超过了100亿令吉，但是对于薪酬方面，却也拿得一点都不手软，几乎每1-2年就增长一次，而且从2010年开始，其总薪酬就超过了1亿令吉，一直持续到今时今日。也就是因为这天价的薪酬远超其他公司的 CEO， 所以林国泰在2017年和2018年成为了全马最高收入的 CEO， 甚至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由于赌场税大增和新冠疫情爆发而实行减薪后，其总薪酬在2019年和2020年仍然是身处最高薪酬的3甲当中。或许对于林国泰来
说，这天价的薪酬确实是他应得的，毕竟每天都日理万机集团的大小事务，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话说2021年林国泰的总薪酬好像又减少了，不知道会不会跌落大马最高收入 CEO 的三甲位置呢？第9点，跟定开始出手打救云顶香港了。2022年的9月间，跟定持股58%的 Resort World Inc. 出资大约1584万令吉，向云顶香港收购持有邮轮商标的 Star Market 控股所有股权。众所周知，由于新冠疫情重创邮轮业，云顶香港在2022年1月份申请清盘了。云顶香港的清盘风波，理应是不会对跟定造成影响的啦，只是因为跟定和旗下子公司云顶大马以及云顶新加坡并没有跟云顶香港有交叉持股，所以受影响的只会是持有这76%股权的掌舵人，但是林国泰和其家族以及持有这云顶香港股票的投资者们。只不过这场风波一天还没有演变到最后，还是很难说。毕竟云顶大马在2019年可是从林国泰家族手中拯救过连年亏损的 Empire Resort， 相信这件事对各位股东们来说还是历历在目吧。那现在跟定已经开始出手了，云顶香港最后会不会演变到成为下一个 Empire Resort 呢？我们只能够拭目以待了。那在放眼观望的同时，我们也许可以在这时候腾出片刻时间思考下，如何获得 US Asian Hours 的服务呢？很简单，那就是成为辉利证券的客户，在辉利证券设立一个股票交易账号，就可以享用这类服务了。如果没有账号的话，就赶紧到辉利证券的官网，点击右上角的橙色按钮来注册账号吧。之后再下载 Poems Mobile Tree APP， 或者在 Poems 网页版就可以进行买卖交易了。需要注意的是 ，US Asian Hours 的每一笔交易额最少要$5000才可以通过辉利证券的交易平台进行。最后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辉利证券的 US Asian Hours 现在正在促销当中，到今年年底之前，交易的手续费低至0.08%，而且没有最低限度。同时，只要交易达到3次，就可以获得新币88元。那详细资料可以参考辉利证券的官网，我会在影片的下方附上公司的链接。第10点，跟定2022财政年第2季度的业绩是有很大的进展哦，营业额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高点，达到了56亿8645万令吉，比起去年同季高出了大约94%。不过可惜的是，创新纪录的营业额却没有给公司带来足够的盈利，公司这季度还是处于净亏损当中，亏损这差不多6000万令吉。但是相比起去年同季的5亿6000万令吉的亏损，已经是减少了89%的亏损，算得上是一大进步了。营业额的走高和净亏损的收窄，主要的贡献来自于休闲和酒店业务的稳健表现，以及中游产品价格走强所致。虽然公司的业绩随着旅行限制的放松和市场的重新开放中获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近期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高通胀导致宏观经济资源减少所带来的持续逆风，预计全球经济环境仍将充满挑战。对于公司近期的前景，管理层是保持着谨慎乐观态度的，但是长期来看仍然是正面的，毕竟最坏的时期已经熬过去了。以上就是关于跟定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了解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也欢迎加入豪门少爷帮成为会员。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